大家好，欢迎回来，我是伊人。今天要来介绍一款笔记软体，它的名字叫做 Obsidian。为什么特别介绍它呢？因为它有几个让我很喜欢的特点。第一，完全离线，你的笔记全部存在本机，不依赖任何云端服务。第二，它是免费又开源的。就算哪一天公司倒了，你的资料还是在，完全不用担心。这支影片会带大家从安装、设定一路到基本操作，跟着做就可以上手了哦。好，第一步，我们先来设定 iPhone 上面的 Obsidian，因为我们不打算用官方的付费同步，所以 iPhone 我们这边会用 iCloud 来同步档案。如果你想选择其他同步的方式，也可以改用其他的方式来同步哦。先去 App Store 搜寻 Obsidian，点取安装之后，直接点打开。打开之后，画面会出现两个选项：建立储存库或使用已存在的储存库。我们选建立储存库，接着它会问你要不要设定同步，这边直接选设定同步，不要略过哦。然后选同步方式，这边选 iCloud。如果你想选择其他的同步方式，这个步骤就改选其他的方式就好了。选完之后，它会让你输入储存库的名称，名字可以自己取。我这边是设定成 RBBR，打完之后点建立储存库。这样 iPhone 上面的 Obsidian 就设定完成了。接下来在其他装置上照着一样的步骤设定就可以了哦。在安装 Mac 版之前，我们先做一个小动作，就是打开 Find，找到 iCloud 里面的 Obsidian 的资料夹，点右键选择保持已下载项目。这样子可以确保档案会同步到本机，其他同步的方式这一步骤就可以跳过。接着打开浏览器，搜寻 Obsidian，进入官网之后，首页就有下载按钮，直接下载就好。下载完成之后，就打开安装档，把 Obsidian 拨到右边的 Application 资料夹，完成安装。装好之后，打开 Obsidian，第一次的话会跳出一个确认视窗，问你要不要开启，选打开就好。进来之后会看到三个选项，我们选开启资料夹为储存库，然后在跳出的视窗里找到刚才在 iCloud 建立的 RBBR 资料夹，选起来。最后他会问你要不要同意存取 iCloud 的储存库，选同意就好了。到这边，iPhone 跟 Mac 的设定都搞定了，两边会透过 iCloud 的自动同步，可以开始用 Obsidian 了哦。打开 Mac 上面的 Obsidian，左下角有一个齿轮图示，点进去就是设定页面。进来之后，先确认一下语言设定，通常它会自动帮你选好。但如果语言不对，在设定的第一个页面找到 Language，选择你要的语言。选完之后，左边会出现一个重新启动的按钮，点一下让它重新启动就好了。我们一样点左下角的齿轮的图示，接着点进档案与连结，这里有两个东西要调整。第一，把始终更新内部连结打开。第二，新附件的预设位置选下方指定的资料夹，然后在下面的附件资料夹路径填入资料夹名称。
我这边设定 attachments，设定完之后，以后新增图片或附件就会自动丢到 attachments 资料夹里，不会乱放。最后来确认一下核心外挂有没有开启。旧版的 Obsidian 这几个预设是关着的，所以要手动确认核心外挂程式里面这3个有没有开。反向连接、命令列板、属性列表，没有开的话，记得打开哦。在左边的区块里的所有笔记列表，在中间的区块是笔记的编辑区，在右边的属性区块，所有属性都会列在这里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左边笔记列表区块，要来新增一个笔记，在上面工具列点铅笔框线的图示来新增笔记，也可以在空白处点右键选单里的新增笔记来新增笔记。完成之后，中间编辑区就会出现笔记的页面。也可以建立资料夹来分类，在上面工具列点资料夹加号的图示来新增资料夹，或者在空白处点右键选单里的新增资料夹来新增资料夹，接着在右边空白处输入资料夹的名称，左边笔记列表就会出现资料夹。你可以将你的笔记拖移到资料夹里来整理分类，在资料夹上点右键，可以直接将笔记新增到资料夹里，就可以减少拖移的动作。我们回到中间新增的笔记上，将第一行的未命名2改成我们笔记的名称。改完，同时你就会发现，左边笔记列表区块里的笔记名称也跟着改变了，这样你的笔记名称设定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中间的编辑区块，右上角会有一个书本的图示，点下去会切换成预览模式，然后图示就会变成铅笔的图示，再点一次就会切换回编辑模式。为什么要先说明这个呢？因为在编辑模式下，你点每一行内容，会出现 Markdown 语法，例如在文字前面打上井字符号，或者是星号，或是特殊符号加文字时，这就是 Markdown 语法。先跟大家说明一下，不然会觉得是不是发生什么错误了。Markdown 语法的规则我记不起来，所以我都用右键选单来操作。在中间编辑区任意区块点右键，会出现一个选单，分成连结区、内容操作区、编辑功能区、自动填写区。我们来看看如何建立笔记内容。点右键选单里的内容操作区，里面有格式、段落、插入的功能。在格式里面还有粗体、斜体、删除线、高亮、程式码、数学、注解、清除格式的功能，我们就不一一点右键选给你们看了，我们直接来看效果就好了。前后2个星号夹住文字就会变粗体，前后1个星号夹住文字就会变斜体，前后2个波浪号夹住文字就会变删除线，前后2个等于夹住文字就会变高亮，前后1个反引号夹住文字就会变成程式码。
前后一个前字号夹住文字就会变数学，前后两个百分比夹住文字就是注解。最后把所有文字选起来，点右键的格式里的清除格式就会清除所有格式，回到原来的状态。段落的功能里面有无序清单、有序清单、任务清单、标题1、标题2、标题3、标题4、标题5、标题6、内容、引述的功能，我们还是一样，就不一个一个点右键选给你们看，我们直接看效果就好了。一个横杠开头就是无序清单，数字开头就是有序清单。一个横杠开头加中括号框框就是任务清单。一个井字号就是标题1，两个井字号就是标题2，三个井字号就是标题3，四个井字号就是标题4。五个井字号就是标题5，六个井字号就是标题6。一般文字就是内容，大于符号就是引述。插入的功能有表格、标注块、水平横线、程式码区块、数学区块、新 base、注脚。我们还是一样，就不一个一个点右键选给你们看了，我们直接来看效果就好了。表格就是一般的表格，标注块为2行文字，第一行文字前面一个大于符号加中括号夹住惊叹号跟标题文字，第二行文字前面一个大于符号加空格跟文字内容。三个横杠就是水平横线，前后三个反引号加上程式语言代码夹住文字，就会变成程式码区块。前后两个前字号夹住文字，就会变成数学区块。注脚就是注释，会在笔记最后面显示注释的内容。显示过滤的笔记统计就是新 base。连结区里面有新增链接和外部链接，我们还是一样，就不一个一个点右键选给你们看了，我们直接来看效果就好了。其实新增链接就是内部连结，也就是反向连结的用法。两个中括号夹着标题文字，就是新增链接。当我们打完两个中括号，系统自动会提示可以连结的笔记、图片等等档案。一个中括号夹着标题文字，加上小括号夹着网址，就是新增外部链接。这两种链接的方式，在最前面加一个惊叹号，就会变成笔记或图片的预览。不过，外部链接如果是网站内容的网址，就没有办法预览，只能看到标题文字。如果是图片的连接的话，就可以预览图片。到这边，基本 Obsidian 环境设定和操作的方式就跟你们说完了。接下来要介绍进阶的功能。不过在开始之前，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记得帮我点赞支持一下。还没有订阅的朋友，也顺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
我会持续分享更多的内容，不让你错过任何更新。好，我们继续下去。我们点左上角第三个书签的图示，这个页面会出现所有的书签的资料。不过我试过这个书签的功能，感觉上没有很实用，因为我要试着新增两个同名的书签，不会有任何的错误，这样会造成混乱，也没有很好找到书签。不过我还是要跟你说，怎样新增书签的相关功能。在书签的页面的空白处，点右键选择建立书签群组，然后会出现未命名群组的文字。我们可以修改未命名群组的名称，变成我们想要的名称。接下来打开某一篇笔记，点右上三个点的图示，会出现一个下拉式选单，点书签的功能，会出现一个表单视窗，里面可以修改书签的名称和群组。修改完之后，我们可以按存档，完成建立书签。然后就可以在书签页面看到刚刚新增的书签。我们可以在笔记上新增档案属性，这个档案属性的功能可以提供我们做到一些功能，接下来就会进行说明。好，我们点右上角的三个点的图示，会出现下拉式选单，找到新增档案属性之后，我们点下去，马上在笔记的编辑区的最上面会出现一个属性区块，马上就会请你设定属性的名称，如果不设定就会不见。Obsidian 有帮我们预设了三个属性 ：ADSS、CSS、Classy SS、Tags。除了这三个之外，我们可以制定属性，就是这个制定属性可以让我们设定一些资料是无法从笔记上取得的。这个现在太难解释。之后会以另一集告诉大家。alias 可以让我们设定别名，我们可以让一些笔记名称很长的缩减成好记的名称，可以设定复数个名称。打完名称之后，就按输入键，就会出现名称和 X 的图示的删除按钮。配个使标签的功能，可以提供快速搜寻、筛选、建立系统，可以设定复数个标签。打完标签之后，就按输入键，就会出现名称和 X 的图示的删除按钮。也可以建立槽状的标签，可以使用斜线来分隔。当有输入过的标签，就会出现提示的下拉式选单，提供你选择。CSS Classy SS 可以制定显示的样式，这个就偏技术专业的部分，可以提供使用 CSS 的语法，让你的笔记变成不一样的样式。可以设定复数个类别名称，打完类别名称之后，就按输入键，就会出现名称和 X 的图示的删除按钮。接下来，我们点右上角的正方形，里面右边有长方形的图示，会滑出右侧区块，上面一排图示的最后一个，好像是一个箱子的图示。点这个图示，下方会出现所有档案属性的列表，随便点一个之后，会直接跳到左边放大镜的图示的页面。
会把这个点选的属性的所有的资料列出来。我们来看一下右边区块的部分，点右上角的正方形里面有靠右的长方形的图示，然后右边的区块就会滑出来。第一个图示是链接加上向左的箭头，这个笔记所有的反向链接都会列出来。第二个图示是链接加上向右的箭头的图示，这个笔记所有对外的连接的资料。第三个图示是标签的图示，这个会列出所有标签的资料。第四个图示是列表的图示，这个笔记所有大纲的资料。我们看一下左边有一排的图示功能，里面有一些实用的功能。点文件里面放大镜的图示会弹出一个视窗，这个可以快速搜寻并切换的功能。点关联图的图示会出现所有的笔记，会以原点加名称的显示方式。如果使用反向连接到另一个笔记时，就会出现线连接起来。点4个方块的图示，这个功能是建立新画布，这个可以画简单的流程图，它也可以放入图片、笔记之类的档案。不过这个画布是不能放入到笔记里，因为会变形。如果还是要放到笔记里，必须要绘出成图示，才可以放到笔记里。点日期的图示会新增一个今日的笔记，名称会自动使用日期当作名称。点2个文件的图示，这个是插入模板的功能，可以将常用的笔记格式新增成模板，快速新增笔记常用的项目。我们点左下角的齿轮图示，会出现一个视窗，点左边列表找到模板的功能。要设定模板的资料夹的位置，我这边是设定 templates 的资料夹的名称，然后在 templates 的资料夹新增一笔常用的笔记格式之后，再点插入模板的图示，就会出现模板的名称。点了之后，你的笔记编辑区块就会直接插入模板的资料。点大于加上底线的图示，显示所有快速选单的功能，可以搜寻出要的功能，快速切换和使用。点2个小正方形加上4条横线的图示，可以新增 base， 这个就是资料表的功能。到这边，大家对 Obsidian 的环境设定和基本操作的功能都介绍完了，希望大家都有收获。如果还不太熟悉的话，随时都可以回来复习哦。实作的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，或是对哪一个功能有疑惑，欢迎都在下面留言区告诉我，我会一一的回复哦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个赞、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下次有新的影片就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旁边也有我为你精选的其他的教学影片，有兴趣的话点进去看看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哦，拜拜。